注意看，这是价值上百万美元的射牛。罗兰想都没想，直接拉弓射击，这箭扎在牛屁股上，射牛皮糙肉厚，倒没察觉。罗兰现在可不敢激怒他，只能慢慢等他失血过多，一直跟在后面观察。经过5个小时的等待，射牛终于感觉到不对劲，站都站不稳。接下来就看罗兰怎么走。一刀牛冲上去就是一刀，捅完立刻后撤步。射牛心里苦呀，反击的力气都没，就这样被罗兰给单刷解决，可把他激动坏了。这头射牛至少提供400多斤的肉吃，处理得当，完全能够顺利撑到最后。高兴归高兴，得抓紧时间将内脏清理干净。罗兰实在太饿了，只能先弄点心脏吃。眼看天色渐暗，今天是没法将肉弄完，他还担心这肉吸引到其他掠食者过来，只能先带回一部分回去，明天再看看这肉怎么办。赛程已经进行到第31天，还剩7人留在北极圈。马克之前收获到不少的鱼，多到只能在外面弄个地方晒干，这高度他就不行，鱼肉被偷吃，一想到以后都有鱼肉可以吃，整个人飘得不行。要是让他知道罗兰抓到射牛，估计就不会这么得意了。马克一直都是靠刺网抓鱼，然而最近情况有变，随着气温的下降，鱼跑到更深的地方了，马克也只能将弄远一点。他也不知道网在水里的情况，一直都是凭感觉调整，要是能抓到鱼就更好了。阿莫斯在野外发现新鲜的熊粪，这不是什么好消息。根据里面浆果情况来看，熊短时间内是不会回来了，但是为了安全起见，他要将防护门增强一番。看来不少木材重新组装，希望这样把熊忽悠去其他地方。阿莫斯同样是依靠刺网抓鱼吃，但是刺网出现了问题，网不知道被冲散到什么地方，没有网就没有稳定的食物来源，再这样下去可没办法坚持到最后，不知道他会怎么办呢？罗兰前不久才狩猎到一头射牛，得赶紧回去继续处理。他很担心那肉会吸引到其他动物，带上弓箭，稍微能让自己安心点，时刻留意着附近的情况。幸好射牛肉没有什么损坏，但是牛毒可肯咬过，还是得要更加小心才行。这块头实在太大了，处理起来要耗费不少时间。罗兰扛起来最大一块回去，这要是弄成火腿肯定很好吃。空中有不少鸟在盘旋，看来是盯上那些肉了。在罗兰搬运肉时，已经有鸟飞偷吃，罗兰对此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只能抓紧时间将肉搬走。牛皮可以将肉盖上，然后压上石头，这样就不用担心会被弄走了。忙碌了一整天，罗兰总算能够弄点好吃的，太久没有吃到这么美味的，他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好，反正好吃就完事了。即使在荒野，马克还是会清洗干净，虽然体重已经下降了不少，但是这线条还是那么明显。到岸边看看有没有鱼上钩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在路上看到有熊粪，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。他出门没有带弓箭，碰到那可是一点办法都没。更糟糕的是，刺网一点用都没有。再这样下去，之前的鱼肉肯定要吃完，只能想办法再算了。马克怎么都没想到，这熊把鱼肉吃光，他特意放在较高的地方，依旧没能阻止，没有办法，只能更高的地方储存。罗兰将多余树枝清理干净，费了不少功夫才搞定。他就不信这样还能被偷家。凯瑟琳一直在等湖面结冰，但是肚子可等不及，他打算用这个桶子弄成木筏，只需要多砍些木材组合在一起，看起来相当简陋，主要是沉落在水里，那真是血亏。凯瑟琳考虑了许久，还是选择冒险到水里看看。木筏比想象中还要好，唯一的问题就是船桨不好划，一会的功夫这腿就麻了，而且用力过敏，导致脚抽筋。没有办法，凯瑟琳只能抓紧时间回岸。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，这下凯瑟琳更加不想做木筏，只能等那湖面结冰了。你绝对没有想到，都30多天了，还有选手没有搭建好庇护所，他就是懒人王。瞧，每天都在努力砍伐木材，然而现在只有一个小边框，也不知道比赛结束前能否看到成品。现在天空下起了雨，干活是不可能干活的了。乔立刻钻到窝里休息。就在他以为今天就这样结束时，防水布破了洞，不断有水漏进来。这样下去，别说休息了，甚至还会让全身淋湿。面对这种突发情况，乔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只能对镜头发出无能怒吼。Why rain? Rain. It's not supposed to be. 乔一直被折磨到天亮，原来的地方是住不了，只能转移到半成品那边住，防水布盖在上面，这样就不用担心漏进来，可是会漏风，只能将就睡里面了。随着气温变化，外面已经被白雪覆盖，考利对此特别兴奋。现在兔子的足迹特别容易看清，这有利于在兔子的必经之路布置陷阱。先定个小目标，就凑够100个陷阱先。隔壁的阿莫斯前不久丢失了刺网，幸好带来的伞绳够多，再弄一张也没有问题。费了不少功夫，
终于重新弄了出来。阿莫斯拿到岸边设置，也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抓到鱼。几天后，阿莫斯去查看陷阱如何，隔着老远就看到鱼在网里，这么大一条足够他吃好几天，但是比起罗兰还是差太多了。最近一直都在处理射牛肉，路上看到有熊出没的脚印，罗兰知道那肉肯定要完了，加快脚步过去看看，一大块肉被熊啃掉，这可把他气坏了，就连舌头都没有放过，那都是非常宝贵的脂肪。根据多年狩猎的经验来看，那熊肯定没有走远，将剩下的肉打包换个地方存放，走一趟就要耗费不少体力，还得时刻留意周围，这可比狩猎射牛还要累。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那熊真没走远，看起来像过来饱餐一顿，不知道罗兰能否将熊教训一顿呢？